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微软裁撤数百名 Azure 云部门员工。此前，微软已裁员1900人，此次裁员涉及 Azure for Operators 和 Mission Engineering 等团队，高达1500人。下面这条，可口可乐依然占据美国汽水市场榜首，百事可乐之前一直位居第2，但该位置现已被 Dr. Pepper 取代。市场研究数据显示，经过多年的市场份额稳步增长， Dr. Pepper 在2023年销量上超越百事可乐，成为全美第2大汽水品牌。下一条，澳门赌场业复苏，小型运营商受益于大额玩家的回归，而大型运营商则急于追赶，大额玩家部门崩溃，而低消费大众市场仍未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受富裕消费者需求推动，美高梅中国和永利澳门的收入份额上升，而金沙中国和银河娱乐的收入份额下降。下面这条， Costco 新首席财务官加里·米勒齐普确认1.5美元热狗价格不变，并表示将继续保持此前财务主管理查德·加兰蒂的透明度和对话政策。接下来这条，因担忧年底供应增加，油价周二早盘下跌，延续了前一交易日跌至4个月低点的跌势。尽管 OPEC 加同意延长减产协议至2025年，但从10月起将逐步取消部分成员自愿减产，这表明市场对 OPEC 加极端支持的预期可能不会无限期持续。接下来这条，美国数据疲软提振美债，带动澳新债券上涨，但亚洲股市下跌。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导致更多人押注降息。让我们关注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伟东被指控参与洗钱数千万美元失业救济金，该媒体公司收入在洗钱期间暴增410%。大纪元时报表示会配合调查，并已暂停关伟东的工作。接下来，中国企业抓住近期股市反弹良机，通过发行可转债等方式筹集资金，以防市场再次下跌。多家企业发行可转债或股份，筹资成本较低，但随着中国股市反弹势头减弱，此类融资活动可能放缓。接下来这条，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占其经济产出的 20%。 尽管巴勒斯坦哈马斯发动为期8个月的战争，该产业仍继续增长，是该国的主要增长动力。该行业占该国出口总额的 53%。 去年有600家初创公司成立，而科技公司在2023年筹集了80亿美元的资金。让我们关注英特尔推出新一代至强服务器处理器，以重新夺回市场份额。高第3人工智能加速器芯片的价格将远低于竞争对手。2款至强6服务器处理器型号分别适用于高性能和高能效用途。高第3加速器套件包括8个 AI 芯片，售价约为12.5万美元，而上一代 Gold 2的标价为6.5万美元。下一条，中国政府推出支持房地产行业措施，包括地方政府可收购部分待售公寓，并将其转为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旨在改善住房可负担性，提振消费。不同类型的经济适用房有资格标准和成本差异，因地区而异。接下来这条，越南央行过去2个月向陷入困境的西贡商业股份银行提供了12亿美元的贷款，使总额达到245亿美元，作为拯救存款人的努力的一部分。最后一条是，受市场对南非联合政府有利预期的推动，南非资产反弹。尽管是非国大首次失去过半数席位，但兰特大幅上涨 1.6%， 创12月14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